维加邦克这款游戏本来入选了 TGA 2025年的独立游戏项目名单，拿到了最佳独立游戏处女作的提名。结果制作者直接站出来说，我并不是第一次做游戏，主动申请退出评选。结果 TGA 真的把他移出名单了，这波操作真的是非常有够个性的。如果严格按照米迦庞克的开发者威迪南德的标准来评选最佳独立处女作游戏的话，那么入选的《光与影3号远征队》、《蓝土王子》、《超级攀岩中心》甚至《街头足球》这款游戏都没有资格入选这样的处女作，因为这些游戏制作者并不是第一次做游戏。你能说《光与影3号远征队》的人员他们是第一次做游戏吗？他们是从大厂出来的，《超级攀岩中心》也是一个大制作。另外两款游戏就不说了。所以说，米迦庞克的制作者退出 TGA 的更多的，在我看来，并不是说他不符合这样的标准，而是用这种退出来表达了对 TGA 的某种不满，但仅代表我个人意见。咱就顺便聊一下米迦庞克这款游戏凭什么能够入选 TGA 呢？这款看着名字有些绕，画风还有些质朴，甚至有点像素风低质感的游戏，其实是一款类《吸血鬼幸存者》的动作肉鸽游戏。在同类游戏里也有做得很出色的土豆兄弟，还有一些缩短单局时间细化系统的一些作品。那么在同类游戏无限内卷和迭代的情况下，米迦邦克这款游戏怎么会脱颖而出呢？玩玩之后你会发现，这款游戏看着普通，实际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这里并不是因为它获得 TGA 排名我才做这些视频给它一副袈裟，这款游戏我很早就玩了，主要是干度爆表还没有通关，所以才没做评测。但是再不做评测可能就过年了。首先这款游戏最突出的特点是 3D 地图加上第三人称的战斗，爽感直接翻倍。在同类游戏里大多是 2D 地图，比如说土豆兄弟里就是典型的 2D 玩法，但米迦庞克是采用了 3D 地图加第三人称视角的，这波设计真的很戳中痛点。为什么说 3D 地图加第三人称视角这么平平无奇的组合会成功呢？我们先看看本作的前辈们都怎么做的。2023年的游戏《毒牙之境》是一款 3D 地图加第三人称视角的游戏，这款游戏其实做得很不错，但是结果比较可惜。这款大手笔的 3D 开放世界肉鸽游戏，因为价格过高以及玩法重度劝退了很多玩家。我也做过相关评测视频，在我看来这款游戏实际玩法没有太多问题。25年的《血液》第一人称肉鸽游戏 Steam 特别好评，24年的《吸血鬼猎人》也是第一人称肉鸽游戏 ，Steam 同样特别好评。这俩游戏的区别是，一款是魔法构筑多职业的扮演猎人的肉鸽游戏，游戏是复古画风，需要玩家走位。虽然它是肉鸽游戏，而且带着自动射击，但实际上对射击瞄准度要求挺高的。另外一款吸血鬼猎人是一个多武器以武器构筑为主的猎杀吸血鬼的游戏，整个游戏的画风偏夸张、荒谬、浮夸，消灭成群结队的敌人这样的割草肉鸽游戏。这两款游戏的玩法其实没有任何问题，质量都很高，但是这两款游戏很难突破肉鸽游戏或者是 PVE 射击游戏的圈层，所以这两款游戏并没有入选有分量的游戏奖项。那么米迦庞克就进行改进，它采用的是偏轻度的肉鸽游戏加美术，相对简单的玩法构筑以及 3D 地图加第三人称的视角，使它在游戏层面很优秀。首先 3D 地图就能让玩家在 XYZ 3个主上自由移动，并不像 2D 的肉鸽游戏只能在平面打转，灵活度直接拉满，就像是我们从 2D 的马里奥游戏转到 3D 马里奥游戏的感觉。3D 游戏不仅没有丢失 2D 游戏的爽感，还多了更丰富的探索空间，玩着更有想象力。更关键的是第三人称视角的选择，很多的 3D 肉鸽的游戏往往会做成第一人称视角，虽然代入感很强，但视野受限，操作难度变高，这是第三人称视角跟第一人称视角的一个本质的区别。另外，第一人称的视角还容易削弱肉鸽该有的轻量化爽感，所以米迦庞克选择了第三人称。为了不削弱这种爽感，很多游戏会对玩家的移动方式、地图大小做很多的限制。那么米迦庞克就没有这些问题，它采用了第三人称，既不用像第一人称那样费劲进行瞄准，即使游戏是自动攻击，也会有很多的子弹浪费的，又能看清周围环境，躲技能跑位都特别顺畅。这时的游戏既保留了肉鸽游戏的爽感，另外在操作层面和视觉观感上面也没有打折扣。第二点是这款游戏在角色差异化上面拉满，地形适配度绝了。这款游戏的干度挺高的，我目前就打通了前2个地图的第3阶段，解锁的角色并不多，但每个角色都很有特点，完全不像是同类肉鸽游戏那样角色同质化，仅仅是数值强度有一些差异。那我简单介绍几个角色。本作的初始角色是一个远程魔法师，自动攻击非常爽快，他的角色自带一个魔法攻击。第二个角色是近战骑士，他的技能机制就主打近战输出。另外后面的角色还有能高跳的弓箭手，骑着滑板的骷髅，能够爬墙扔香蕉的星星等等。而且这款游戏的角色和地形适配度做的特别好，第一个山谷的地图高低差大，能够沿着墙壁爬行的星星就特别好，它不仅能够在墙上长时间停留，空中跳跃时还能抓墙减少灼热伤害，在复杂地形里面是移动非常灵活的。在面对成千上万的敌人时呢，星星可以在墙上进行拉扯。
第二个沙漠地图虽然没有特别复杂起伏的地形，但是这个地图特别大，这又使得骑着滑板的骷髅角色能够靠着高移动速度进行穿梭，跑图效率拉满。第3点是这款游戏玩法既保留经典，而且细节上也做了一些改进。迷家朋克这款游戏核心玩法还是肉鸽的老路子，但在细节上有不少的加分项，游戏中打怪能掉金币、掉经验，能够买箱子随机开技能，升级时依然是3个技能选1个升级，还能通过微波炉这样的道具花钱替换一些技能，复制特定的技能把其他随意技能烧掉。地图里还有类似石头图腾的装置，防守一段时间就能随机获得技能效果。不过地图中也有一些特殊的解锁道具，能够让敌人变强，数量变多。这使得游戏虽然难度上升，但能刷到更好的奖励。游戏中的技能设计也是肉鸽中很常用的，比如说呢，能够加跳跃速度、移动速度的辅助类技能，也有增加投射物数量、速度、伤害，还有延长范围攻击持续时间的这些不同流派的技能配合。还有增加经验、增加金币获取的技能，这也都是经典肉鸽技能。不管是远程还是近战角色，都能找到适配的技能组合。每个地图的流程也很清晰，一路打怪升级，解锁不同的图腾，花钱解锁箱子，中途会遇到一些小 BOSS， 随着时间会解锁固定 BOSS， 最后时候玩家要召唤大 BOSS 进行决战，这符合这类游戏的常规节奏。但3D 化的视角让战斗体验更有新意。这款游戏额外的亮点就是 3D 视角带来额外的身法操作。在以往的类吸血鬼幸存者游戏中，对玩家身法要求其实不高，只需要玩家快速移动躲闪敌人技能就行了。但迷家朋克靠着 3D 的地图加上第3人称的视角，让身法操作成为了亮点。游戏里不光能够跑、跳、躲技能，还能跟障碍物进行互动。比如之前说过的新晋爬墙时还能持续输出，像骑着滑板的骷髅角色，滑行速度越快伤害越高，会跳跃的弓箭角色跳得越高伤害也会越高。另外还有借助各种障碍物进行的移动、躲闪敌人的攻击等等。像是子弹攻击、橡胶攻击，这些弹道技能也不会中弹，使得玩家能够一边灵活移动一边打怪。这种无脑爽快和有操作空间的平衡做得特别到位。那么迷家朋克这款游戏能够入围 TGA 的关键就是热度加上品质双赛线。说实话，这一年里有不少独立游戏质量都不错，比如说《四叶草深渊》、《怪物火车2》，但为什么偏偏迷家朋克入围了呢？核心原因还是游戏热度够高。这款游戏在国外推特上的直播热度一度非常高，主播直播粉丝观看，也带动了粉丝进行购买，形成了口口相传的正向效应，相当于靠直播引流火了起来。也是看到迷家朋克这款游戏入选 TGA 我才恍然大悟。TGA 的评选看来目前很看重游戏热度和知名度，独立游戏数量太多了，有热度加持的作品就更容易被玩家或者是官方看到。当然有热度还不够，核心还得是游戏品质够硬。虽然它在 M 站的均分并不算特别高，但玩家实际体验好，加上主播引流带来的口碑发酵，才能在众多独立游戏中脱颖而出。而且现在媒体评分水分越来越大，玩家口碑和直播热度反而成了一个更重要的参考吧。就再提一嘴制作者主动退赛这件事真的很有态度，可能他觉得游戏质量和热度都够，不该只拿最佳独立游戏处女座的提名，也有可能是对 TGA 当前的评选标准有些失望。毕竟现在的 TGA 的含金量确实有争议，似乎会出现一些临时改规则、评判标准不一的情况。总的来说，迷家朋克这款游戏的成功，从游戏机制来讲，核心就是 3D 地图加第3人称的组合，再加上轻量化的玩法、差异化的角色设计、扎实的肉鸽内容。虽然游戏中的难度不低，干度较高，但喜欢肉鸽游戏的玩家真的可以试试，体验下 3D 肉鸽的独特魅力。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欢迎点赞关注，这对我很重要。我们下期再见。